不要逆向，干！啊！你等下你就会动。好，谢谢啊。把单车带出国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试过的话，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比较陌生的一件事。然后今天我们就试试看。那个纸箱原本第一次试用的时候，有超过尺寸。这一定要拍进去，然后其实每一家航空公司的规定不一样，所以在出国前一定要就是打电话到机场客服，就是说该航空公司的客服去问清楚你的行李箱能够适配的尺寸多少。自己画上去的 K 加 E， 我第一次出国骑车，对啊，但这是怎样期待吗？期待骑金牌啊！金牌是几分钟？65分以内。真的假的？推力要超过4.5到4.7，那应该很难达到。我们只能期待银牌的。那你最近有练车？有啊，最近我们不都在练车？不是，最近你很少出现啊。有啊，团练我们不是有出现，你们骑平常我没办法说，假日我都出现，你忘了？你有出国骑过车吗？没有。公务车没有。都没有，是不是？真假的？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是不是？他刚从美国回来。刚从美国回来。昨天晚上。认真吗？太凶狠了吧！他现在不知道哪个时区。昨天早上3点起来的。还有我跟你讲，日本是左驾。你们那个其实我觉得大概5分钟内就会习惯。下坡下到对向去了。不会。OK， 好，OK。第一次出国。没有，第3次吧。你第一次去哪里？马来西亚跟关岛。但这一次觉得有期待吗？以这个机器而言，老实说没有什么期待。老实说没有什么期待，是为什么？我比较想要在家里踩台。真的假的？还有5天，然后我只骑1天车。骑2天车？哦，骑2天车。还有1天自由行动。那这样为什么我不在家里踩5天车？哇靠！啊，你周围的风景跟放假都不用算，是不是？只要不是练车都是。练车我就会感到焦虑。车子大队，车子行李箱大队，这次你们打算怎么骑？你要 all in 骑吗？当然是 all in 骑啊，不然是怎样去散步，是不是？大部分就是做这种行程都是去散步的，没错。我说真的。你觉得散步像是 NSG 的风格吗？等下帮我投上一把火特效，这个也要给3个特效，火更大，这个蓝火，这个红火。不然是来散步的吗？哦，没有，那边超多。好啊。你们怎么那么快？我们的单车这一次他们直接帮我们放到，就是集中在这个一个区块。如果是正常的话，应该会出现在大型行李箱。我刚刚在飞机上跟日本人友善交流。他说什么？他问我 cycling， 那你回什么？我用英文回他 Yep。你是不会跟他讲你要腹肌类似？然后，是日本人吗？日本人啊。然后他问我是多胎，我是多胎。然后我也是回他 Yep。台日友善交流。大家早，现在是会场前一间，我跟列车机器要去会场报道，把明天要用的衣物就是先上。
放上去报道，这样的话明天下滑之前就可以穿着衣服下滑。那上面听说现在上面温度是5度多啊，所以那个当地人都就叫我们就是先准备好衣服放上去，那就这样吧。到会场。给大家停脚踏车，然后走上去。你看他们有那个，有一些人是有锁的，你去看一下，看一下他们锁。真的。但是水壶水要装水的话，好像可以直接从就是这些水龙头里面装水。他们说日本所有的水龙头都是深饮级别。喷超高。接下来我们要靠这张纸去拿物资，这好像是我们上网报名之后可以印出来的一个，就是 QR code 还有报名的一些参赛资格。上面是富士山，后面是什么？是富士山。哎，你这是来这边休闲期的吗？没有休闲期啊。啊？努力期。努力期吗？来这边火拼的吗？有真的是我的了吗？火拼一下看看。虽然说应该拼不到什么东西，还是努力一下。OK， 对对。还可以吗？就是我们在会场拿到晶片跟一些物资，还有一个袋子，但这袋子主要给你装御寒衣物，因为就算是现在是夏天，到时候到五合木山顶，听说那边温度会是5到7度，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御寒衣物带上去，因为你还是要等自己其他人或是看什么状况下要下，因为我也没参加过，我不知道，但是就先带着吧。啊，还有给你3张贴纸，1张贴纸贴安全帽，2张贴纸是贴着袋子正反面，贴完之后就可以准备拿去交付。啊，记得就是号码或晶片之类都不要放进去，因为这是御寒衣物。哦，我带2件，刚刚练车机器没带外套，刚好补上它，这样超扯，没搞错，都提醒3次还4次，然后还把外套放在游览车上面，我真的是无言。还好我带2件外套，看一下明天怎么样。赞。在会场有卖一些，看那边都是就是会场的赞助商。看一下，这个价钱500多，1000内，好不好？哎，Shimano 哎。短く小さく。はい。どうしていいかな。こんなに荷物すごい、こんなに少なくて荷物大丈夫ですか？大丈夫。すみませんね。だからこちらもこういうふうにね、あそこ行った時山行ってこうかかっちゃうから皆さんの荷物で。ですから悪いですけど、ねあそこ行ってお方ね短く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短くね。在事前，我们这些选手家属一起远道而来富士山比赛，然后都有一些，对，大家都有惜家带眷。啊，我们有特别调查过要怎么样才可以办法让家属在比赛终点会场等我们，就发现竟然没办法，对，真的是没办法。那还有另外的方法，就是早上4点多的时候跟着接驳车，跟大会接驳车一起上去，然后接下来在比赛结束的时候，下午1点的时候跟着大会接驳车下来。不过这样的话，就是那个会等太久，我们大概11点多就会结束，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太可行。那就可以从此之外看到日本人对办比赛的态度，没有在管你方不方便的，就是他办比赛就是净空，就是净空，所有附近的会场，所有附近的，不管你是家属还是什么天皇老子，天皇可能真的可以上去啊，天皇老子除外，就是正常人都是。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他都不会让你，就是有什么特例，或者说看你方不方便就让你上去。选手最大，这就是他们主办的态度。OK。因为明天早上很早要出发，所以要先在超市买早餐。对，看这个，拍这个，你想买什么？你想买什么？彩票，很好看。你想买什么？还有那个有酱瓜，小瓶的酱瓜。好，这就是选手家属想要买的东西。选手家属想要买酱瓜。我买这个，因为它就是高碳水，然后它又是干的，这样吃进去就不会吃进太多水分。
赞。1枚。はい、6178円です。哎，不要逆向，干！在前一天下午，我们终于把车装完，然后要去先前往会场。在比赛前一天，我们先前往会场，这样熟悉一下路线，明天早上还不会迷路。明天早上一路迷路就结束了。啊，刚刚前面是我们车队资深的开国元老，他刚刚到这边骑车一直逆向，还不习惯左驾。我曾经在英国骑过车，所以左驾的状况我还算习惯，但是他们还不习惯。除了左驾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日本骑车基本上没有违停，所以道路就是很净空，你也不用去躲一些大家都违停的车子，真的很漂亮，很田园，知道吗？而且他们都距离你很远。好，正统日本苔藓。哎呦，嘿。目前我们骑车10分钟还没看到任何一台违停，来，我们就看一下第一台违停出现在什么时候。我怕我骑2个小时都没有遇到违停，被逼车次数0，违停次数0，大伙都有点喘，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爬升才65而已，太可怕了。他们都在这种地方训练，难怪回到低纬度杀爆亚洲人。喘到不太正常这种瓦数会喘，真的很奇怪。非常舒服的天气，太舒服了，这空气真的太好了。我当然不是就是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像是这样程度的路径，就这么漂亮，而且也没有违停的路径。比如说像巴拉卡，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有2个，第一个是台湾可能只有5%以内的路线是这样的非常态，但日本这样的骑乘状况的体验却是80%或者90%以上的常态。可以看一下其他国家是怎么样，就是尊敬，不要说尊敬，就是礼让这些比单车还有比汽车还有机车弱小的单车跟行人族群。还有一点是台湾太热了。好，继续走。对，他们应该就是来报道，然后就是骑车来报道，就去饭店，不然就这样，反正8、9不离10是看起来像日本人，对，看起来像日本人。还有就是今天当放物资的时候，发现蛮多人把整个背包都放进物资袋了，就是一来可能是我们低估了温度的状况。2来就是他们可能是长途旅行，或者为什么要把整个背包丢进物资袋里面？我们明天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就是今天的体育场吧？到了。来走，来走。交管直接帮你交管进入场。我们到会场了，来看看会场状况。现在是6点，他说会场应该到6点截止，所以这边已经最后报到时间了，最后领物资的时间。哇，这么多人都是坐接驳车上来的啊！还在等接驳车回去。自行车路线，电车机器 Z， 我们刚才走的那不像自行车路线。我觉得那条好像有点危险。对啊，
现在从那个富士北路公园，就是明天要从这里出发，明天从右转，明天从这里出发，然后就是开始比赛。他就开始走了。对啊，我们现在就是去河口湖晃晃，难得来到日本。Let's go。像是日剧中会出现的地方。没关系呗，转角遇到，没关系呗，奇遇就是各种不经意呗。哎，这里真的是超级日式居住区，听到了吗？大家都听到了哈。2个凸面镜都没有车，走吧。应该快可以看到湖了。哇，他们的路超干净，哎，河口湖到了，让我们看错，河口湖桥。如果是单线道的话，哎，如果是像这种只有一条车道的话，就我现在遇到的状况，他们会把车速降到跟你差不多，比你快一点点再过你，这样才不会吓到你。我目前感觉到是这样，知道吗？应该不是特例，应该是大家都这样。因为现在正后方还有一台车在等我们，他真的很等我们。在台湾应该被扒烂，8成是被扒烂了。来绿灯，他现在有空间，他应该过了，来了。他现在还过，他等了很久，这台车现在还过。日本它好像地上有停止，有那停止。来，等一下上图，有那停止的话，不管有没有红绿灯，那个汽车都会直接停下来。而我刚才看到它就真的停下来，而且是没有任何号志灯的，也没有任何人，重点是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它也停下来。真的是震惊到，走吧走吧。发现自己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绕2湖了，因为8点前要回到饭店吃自助餐，好吧，开干，认真了。这个速度是要赶回家的速度吗？你赶回家都用这种速度赶回家吗？所以这是你很急的速度吗？我前面还有2个，干掉他们呗！后面有车子，你看啊，他们，你看仔细注意，他后面虽然有车子，但是他们就是慢慢的跟着我们，直到不会吓到我们为止。来了吗？好，我看看会不会吓到我。哎呦，好可怕哦，离我好近哦。好，赶回家，冲，等春意开发。明天比赛见。超冷。现在温度我们感觉应该是12度到8度之间，但是等一下应该会太阳，但还会继续爬升，所以真的很冷。有些人穿短袖，我不知道，包括我，真不知道超台这件外套等一下要脱掉。等一下交棒给丽宇，给练车机器丽宇来摄影，就整趟富士山的全程，让他好好跟好小鸡跟戴姐，就这样。我靠，好冷哦！好像被电线杆挡到。
天气暴风的时候，超级干。这一路上都可以清楚看到我们在往富士山前进。这里树比较多，所以挡的比较多。那路上也有很多要前往的车友。目前虽然6月，但是早上起来其实才只有14度，所以这边还是有蛮多人穿外套的或长袖。顶轮，你怎么已经开始蹭碟了？你怎么已经开始蹭碟了？はい、左側寄って、左側寄って、左側寄って。真ん中通らない、左側寄って、左側。ごめんなさい。跟他那边有人就是带那个跟狐狸一样小抄，是啊，真的假的？对，一样小抄，这是他们的无理，好吗？1个多小时有什么好小不小抄的？搞不好他们要挑战60分、60分、63分啊！哦，江 A 不成那边只有第9名哎，你不要闹了。哎，卓哥，你有没有多的果胶啊？你有什么了？又没带果胶了？我没带果胶在身上。我给看一下，超扯手机就超容易没带的。没有，我想说，我没有想到骑过来这么远。开始。嗨，我是立宇。这次富士山挑战赛是走18路线，从北路公园到吉田口五合目，全长约24公里，爬升约1300公尺，平均坡度约5.2%。那从会场出发2公里后，就正式开始计时。这次赛程从以往参加的比赛来看，感觉不会太长，一般车友应该都可以在2个小时内完赛。那富士山挑战赛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依你的完赛时间去发给你一个戒指，等级依序是白金、金银、铜、粉色及蓝色。那我这次目标原本是铜环，但好像差一点点。在网络上其实蛮容易查到日本车友的配速表以及他们的心得。那在看日本车友的心得，也会发现他们特别重视每一段有没有跟上集团的列车。像这里就可以看到，一路上都会有高速列车直接刷卡过去。桃红色的是 NSG 纯一，他跟着一个超大集团一起骑过去。这次骑起来发现日本车友真的蛮猛的，明明就是6、7趴的坡，骑起来都跟平路没什么两样。
所以看来富士山想要骑的成绩好一点，也不能自己独推，要好好跟着集团才行。所以建议大家，因为一路上也会有很多集团过去，可以多尝试几次，找到适合自己瓦数的列车。另外，大会还有规定，遇到任何问题不能随意下滑，要在现场等待工作人员协助。但一路上也没看过有人想要放弃或者回头的。像这位车友看起来用扛的也要扛到终点，他们对比赛的执着其实蛮能感动到我的。至于他们的配速表，大致上是以停车场作为配速的依据，分别是 3.5 公里处的伊和木停车场、10.5 公里处的树海台停车场、17.2 公里处的大泽停车场。这个点蛮有意思的。还有太古队，其实经过的时候蛮振奋的，也感觉到日本民众对运动活动的支持。再来是19公里及20公里处的登山积分点的终点和起点，最后是21.5公里处的奥廷停车场到终点。好，哦。さあ皆さん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間もなくフィニッシュです。小鸡以及春意的西进五岭成绩大概3个半小时，这样还只能拿到铜环，估计要在3个小时20分以内才有机会赢环，供大家参考。大家都领完物资，接下来就是上来总队，他那个有钱的就可以去买物资，这样子。好，土豪。我这边先访问一下小丽，她觉得这次比赛怎么样？他从10几年前就在台湾参加比赛。我觉得他从一开始的停车场动线规划，然后人力到今天整个流程上面的交管，他直接全线封闭。然后他连去停车场路上都封，对他连去停车场都封。去停车场路上如果今天这在台湾的话，一定被骂。而且这是什么景点？这是五合目，富士山五合目，这是国际级大景点，台比五岭热门，对吧？它全封。然后今天要比赛，因为要比赛，国际级观光客、国际观光客都跟他说拜拜，今天去比赛，你们就不能上来。他们的做事就是这样，他们能做到100分，就是不会做90分。你不是来这边交火的吗？交火的怎么样？没有血洗，血洗不了。请问他拿到铜牌感觉怎么样？没有了。接下来就是问你说，在日本骑车感觉怎么样？就还有这路况，还有就是说，路上的驾驶，这个是很智障，是吧？还有逆向的部分，有点不太适合左边呐，不太适应左边的使用，不太适应左驾。对，但还 OK。然后觉得他们富士山整段路况都蛮好的，除了来的路上路况其实不是很好，觉得好像也不会输台湾，还有洞，然后跟修路况不好。但是富士山整段路况很好，然后公路整个做的也蛮清楚，所以骑乘上其实蛮安全的。好，最后有什么那个意见跟大家说一下？你说要不要带裤子？带裤。就是那个有说要带保暖衣，结果只带了外套，然后没带裤子，然后带出有裤子，然后别人有提醒，可是我还是眼干没看到。所以记得要带保暖衣。好，我们感谢小西的分享。让练车机器秀一下他今天怎么保暖的。他说他还想要再一件的。我们因为我昨天忘记带外套送上来，所以我只有那时候穿的长袖，它这个超透，还有洞洞。
所以我拿了一件这个，还有袖子里面也塞了一件。就是说，他这次大会，他还有发这种就是透明的，就是方便有些人可能忘了带或保暖，不要保暖，然后下滑用防风用。所以我们因为它全线交管方的关系，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有任何接驳车下去，我们全部人都只能下滑下去，对吧？但是它以这个路况来说，我们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对不对？没有任何汽车，绝对安全，绝对安全。我们小丽绝对安全，最捧台湾路线的小丽都绝对安全。我没有听过他说这种话啦，好不好？他都说这种话了。这个下滑绝对安全，就是它的路况真的很好，而且很大条，再加上它要全线管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下滑。那就是如果其他人来的话，就是未来大家有机会来的话，就是带好自己的外套，还有带钱，上面有些纪念品可以买，我是觉得还不错。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吃，因为你可能要等队友休息，所以都要钱打发时间，然后也要保暖衣物。好，就这样，比赛先告一段落，我们回去再见。等一下找小鸡说拜拜，戴姐说拜拜。后面一带。这里回到博城，我们配上一些在富士骑车的画面做一个总结。回程下滑的时候，为了不影响还在进行活动的选手，下滑经由管制放行，而且时常有人带头控制下滑速度，保证了上山的选手不被影响，也保证了下山的选手的平安。关于这次 Fuji Mountain Climb 2023，给我的感想就是2个字：尊重。从比赛开始前的管制到比赛结束后下滑的安排，都给了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最大程度的尊重，无微不至。富士山五合目是什么样等级的国际景点？为了办1日的活动挑战赛，把整条前往国际知名景点的路封住，而且它并不是只管制一半，或是只管制精英车手集团，而是从凌晨3点到下午1点45分全线管制。活动不只尊重精英车手，也尊重一起来共襄盛举的老老少少。大部分参赛人员也用最卖力的表现去回应主办的用心，很难不被现场的气氛感染。富士山挑战赛优美的风景，完美的活动进程，当你身处其中，而且处处备受尊重，沉浸享受当下，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体验之一。这些给单车骑士的尊重，只靠活动主办富士山登山锦标赛执行委员会是不可能办到的，还要有民众与政府的支持才有可能办到。在我参加过的所有台湾活动中，唯一有让我觉得有相同程度的主办态度的是台北马，但仍然有非常多人在网络上抱怨谩骂管制。至于单车活动上，台湾还差得很远很远。我曾经在欧洲以单车为主要目的旅游近半年，除了行经无数壮阔的场景以外，也曾在路上被各类驾驶尊重而感动。这一次到日本骑车，又给了我当初相同的感受。这段时间，我认识了许多来自各国的单车运动爱好者，也有许多人对于来台湾骑乘是非常的感兴趣。台湾如果要从各大城市骑行到爬坡风景路线，相对于国外是非常方便。不幸的是，现阶段我基本上都不太敢推荐他们来，怕他们来台湾后被逼车或是不被礼让。各种腐烂的违停，不只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也影响了市容与风景面貌。我很难去承担他们如果来到台湾时发生憾事的可能。这就是台湾现阶段的交通状况。而现在在交通议题上，行人地狱的话题才刚开始不断发酵。我期盼在台湾尊重弱势用路族群上会越来越好。我也推荐热爱骑车的大家，到了国外不妨换一种交通的方式，带上自己的爱车，与当地人进行一次非常 local 的团骑，把单车化作交流的语言。相较于单纯去国外吃喝玩乐，用这样的方式去深入对方的文化，每一次这样的旅程都成为我人生中最深刻美好的回忆，而且无一例外。现阶段我跟丽宇还非常的菜逼吧，等待我们频道制作的经验与单车功力更上一层楼后，一定会企划一整趟长途的欧美单车旅行，与当地人骑车，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他们骑什么我们也骑什么。我期待那一天到来。我是林柏成，我们下一支影片见。1-2个小时，我们11点前到。其实我11点前就到，我刚刚去还那个。
陈立信，为什么你拿这个，顶人拿这个？比较高，看得到。